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感慨万千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陆富家女嫁到台湾后的心路历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人生的转折往往在意料之外。主人公小文是江浙一带的富二代，家里做外贸生意，资产上亿，从小娇生惯养，住别墅，开豪车，买名牌包包，不眨眼。他的朋友圈全是各种下午茶、环球旅行、奢侈品晒图，微博粉丝都有好几万，俨然一副白富美网红范。哎呀，我这辈子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过苦日子，这是小文的口头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小文的爸爸突然因为资金链断裂，公司面临破产，一夜之间，小文从人生赢家变成了负债累累的困难户。不仅如此，他爸爸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被追债的人盯上了。这时候，台湾青年阿伟出现了。阿伟是小文表姐的大学同学，来大陆出差时和小文见了几次面。阿伟长得斯斯文文，说话温柔，见小文家里出事了，主动提出可以帮忙。小文，你要不要考虑来台湾发展？台湾很安全，那些追债的人追不到那边去。阿伟真诚地对小文说。小文当时心如死灰，又急于逃离困境，便答应了阿伟的求婚。他对自己说，反正只是暂时避风头，等风头过了再说。而且阿伟看起来条件也不错。他告诉小文自己在台北有公司，家里在台中有房子，父母在南投有农场。小文虽然知道台湾和大陆不一样，但他听说过台北的房价比北上广还贵，心想阿伟能在台北有公司有房，家境应该不会太差。办理完所有手续后，小文终于踏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他心里还有点小激动。台湾的奶茶、夜市、美食我可是听说过的，还有那些偶像剧里的浪漫情节，说不定我的生活也能像电视剧一样精彩呢。然而，当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阿伟来接他时，小文的第一个打击来了，阿伟居然开的是一辆50宏光，这是什么破车啊？小文皱着眉头问。这是我的工作车啦，很实用的。阿伟笑呵呵地回答，台湾很多人都开这种小车，省油又方便停车。小文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是嫁了个穷老公吧？从桃园到台北的路上，小文惊讶地发现，台湾的高速公路比他想象的窄很多，两边的建筑也没有他想象中的现代化。台北真的有101大楼吗？怎么我看到的都是一些老旧的小楼？小文忍不住问道。当然有啊，等我们有空去逛逛信义区，那边比较繁华。阿伟回答道。终于到了阿伟的公司，结果只是一间不到50平米的小办公室，里面就他和另外2个员工，就这也能叫公司？小文心里更是咯噔咯噔直响。下班后，阿伟带小文去了他在台北的家，结果是在一栋老旧公寓里的单身公寓，连40平都不到，厨房卫生间都是迷你型的。你不是说你在台北有房子吗？小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啊，这就是啊，在台北市区有一间房子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台北的房价有多贵吗？阿伟理所当然地说。小文这才恍然大悟，阿伟口中的公司原来只是个小小的工作室，台北有房子指的居然是这个小公寓。至于家里在台中有房子，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台湾不是很发达吗？怎么看起来？小文欲言又止，台湾是发达，但是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啊。阿伟笑着说，不过生活品质很好，等你习惯了就知道了。晚上，小文躺在那张窄窄的床上，对着朋友圈发了条动态，感觉自己上当了，被骗到了台湾，老公根本没有那么有钱。第二天，阿伟告诉小文，他们要回台中老家见父母，住上几天，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小破屋了。小文心想，希望台中的房子能好一点。坐了2个多小时的高铁，又转了半小时的公交车，他们来到了台中的一个小镇。阿伟的父母住在一栋2层的独立小楼里，虽然不大，但是干净整洁，周围还有个小院子，种着一些蔬菜和花。比起台北的小公寓，这里确实好多了，但在小文眼里，这依然和他想象的富裕生活相去甚远。见到公婆后，小文更加确定自己嫁错人了。阿伟的父亲是退休的中学老师，母亲做了一辈子护士，2位老人朴素的不能再朴素。
衣服看起来都穿了好几年，家里的家具也都是老旧的实木家具。儿媳妇来了，快进来坐。阿伟的妈妈热情地说，但小文只是勉强的点点头。这一周，小文心情糟透了，她几乎不出门，也不怎么和公婆交流，整天刷着手机，看着以前的朋友们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越发觉得自己命运悲惨。周末，阿伟回台北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把小文留在台中。小文终于忍不住对婆婆发脾气了，我想回大陆，我不想待在这里了，你们家太穷了，我受不了这种生活。小文哭着说，婆婆并没有生气，而是静静地听她发泄完，然后说，小文，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看看我们真正的家。小文半信半疑，但还是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婆婆开着一辆还算新的本田轿车，带着小文出发了。我们要去哪里？小文问道。去南投，我们家的农场。婆婆微笑着说。小文心想，农场可能就是一小块地吧，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当车子驶入南投，沿着山路盘旋而上，小文的眼睛慢慢瞪大了。眼前的景色越来越美，青山环绕，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让人心旷神怡。终于，车子停在了一个大门前，门上写着阿伟农场。进入大门，小文惊呆了，眼前是一片占地数十亩的茶园，一排排茶树整齐地排列在山坡上，几座木质结构的房子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园区内，有工人正在茶园中忙碌，还有游客在参观品茶。这是你们家的？小文结结巴巴地问。是啊，这是我们家祖传的茶园，已经有60多年历史了。婆婆自豪地说，我们的高山茶在台湾很有名，在日本也有固定的客户。小文跟着婆婆参观了整个茶园，了解了从种植到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她还看到了一栋漂亮的度假别墅，婆婆说那是给家人休息用的。在品茶区，她喝到了鲜爽甘甜的高山茶，看到游客们争相购买茶叶和茶具，一盒茶叶卖到上千元新台币。我们家看起来普通，是因为我们台湾人不喜欢炫耀。婆婆解释道，有钱不如有德，朴素节约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小文这才明白，阿伟一家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穷，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简朴，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和生活品质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午，婆婆亲自下厨，用茶园里新鲜的蔬菜和当地的食材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吃饭的时候，婆婆又给小文讲了许多阿伟家的故事。其实阿伟在台北的那个小工作室，是他追求自己梦想的地方。他大学学的是设计，一直想做自己的品牌。我们支持他追求梦想，但也希望他能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赖家里的资源。小文听得入神，心中对阿伟和他的家庭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原来真正的富有不是表面的奢华，而是内心的充实和生活的品质。下午，婆婆又带小文去参观了附近的日月潭和埔里小镇。台湾虽然地方小，但是风景优美，人情味浓厚。婆婆说，只要你愿意融入，这里会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晚上回到台中的家，小文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同了。她主动帮着婆婆准备晚餐，还和公公聊起了天。小文，你知道吗？公公说，我们台湾人看重的不是房子有多大，车子有多豪华，而是生活有多幸福，家人有多和睦。物质生活简单一点没关系，精神生活丰富才是真的好。小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她想起了自己在大陆的那些所谓的富贵生活，表面光鲜亮丽，实际上内心常常感到空虚和不安。第二天，阿伟从台北回来了，小文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开始聊天。阿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家有这么大一个茶园啊？小文好奇地问。阿伟笑了笑，我想让你先了解真实的我，而不是因为家里的茶园才喜欢我。在台湾，我们讲究诚实做人，不喜欢靠家庭背景来获得别人的认同。小文低下头，感到有些惭愧。他想起自己在大陆时，总是以家里有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阿伟却选择从零开始，靠自己的努力去追求梦想。对不起，我之前对你有偏见。小文诚恳地道歉。没关系，我理解。阿伟温柔地说，不同的成长环境造就不同的价值观。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共同成长。
接下来的几天，小文开始真正融入台湾的生活。她发现台湾的美不在于高楼大厦，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一天早晨，小文跟着婆婆去菜市场买菜。台湾的传统市场热闹非凡，各种新鲜的蔬果、海鲜琳琅满目。阿姨，今天的高丽菜特别新鲜哦，摊主热情地招呼道。好啊，那给我来2颗，再加点空心菜。婆婆熟练地挑选着，小文惊讶地发现，婆婆虽然家境不错，却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会和摊主讨价还价，买菜时总是优先考虑应季的蔬果。婆婆，您家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这么节俭啊？回家路上，小文忍不住问道。傻孩子，勤俭节约是美德，不是贫穷的表现。婆婆慈祥地笑着说，我们台湾人讲究惜福，珍惜每一分资源，不浪费才能持续幸福。小文若有所思，她想起自己以前随手扔掉的食物，穿一次就不再穿的衣服，心里有些愧疚。当天下午，阿伟带着小文去了附近的一所小学。原来，阿伟每个月都会来这里做义工，教孩子们画画和手工艺。看着阿伟耐心地指导孩子们，小文的心被深深触动了。这个看似普通的男人，内心却如此丰富和温暖。阿伟哥哥，这个送给你。一个小女孩递给阿伟一幅画。谢谢小芳，画得真棒。阿伟微笑着接过画，然后向小文介绍，这是我夫人，她从大陆来的。大陆阿姨好。孩子们齐声问好，天真无邪的笑容让小文心里一暖。你们好。小文也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还主动帮忙发放材料，教孩子们折纸。从小学回来的路上，小文问阿伟，你为什么会来做义工啊？因为付出比得到更快乐。阿伟简单的回答，在台湾，志愿服务是很普遍的事情。我们相信，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正向的影响。小文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在大陆时，他的快乐来源于买名牌、晒朋友圈、攀比炫耀。而现在，他发现真正的满足感来自于付出和分享。周末，阿伟的表姐一家来台中做客。表姐夫妇都是医生，生活优渥，但举止谈吐却异常朴实。他们的孩子虽然才10岁，却已经能用流利的英语和日语交流。你们家孩子太厉害了，小文忍不住赞叹。在台湾，家长不会一味追求孩子的分数，而是注重全面发展。表姐笑着解释，我们更看重的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国际视野。饭桌上，大家谈论的话题从环保到民主，从教育到社会福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却相互尊重不同意见。小文虽然插不上太多话，但听得津津有味。台湾人的知识面真广啊！饭后，小文对阿伟感叹道，因为我们有自由的网络环境和多元的媒体。阿伟说，信息的自由流通让每个人都能获取不同角度的知识，形成自己的判断。小文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明白，真正的发达不仅仅是 GDP 数字和高楼大厦，还包括人民的素质、社会的包容度以及个人自由度。随着时间推移，小文越来越适应台湾的生活。她开始跟着婆婆学习台湾菜的烹饪，学会了使用本地的食材和调味料。她也慢慢适应了台湾人说话的腔调和用词，甚至学会了一些闽南语。她还和阿伟一起参加社区活动，认识了不少新朋友。然而，有一天，小文接到了大陆朋友的电话，告诉他父亲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欠债也大部分还清了，希望他能回去。小文，你考虑回大陆吗？晚上，阿伟轻声问道。小文看着阿伟真诚的眼睛，又想起这段时间在台湾的点点滴滴，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我想留在台湾和你一起生活，小文坚定地说。真的吗？阿伟惊喜地问。可是台湾的物质条件比不上大陆发达城市啊，但台湾有我想要的生活品质和价值观。小文微笑着说，这里的人更关注精神层面的富足，而不只是物质的堆砌。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阿伟紧紧抱住了小文，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第二天，小文主动提出要去阿伟的工作室看看。这次，他不再嫌弃那间小小的办公室，而是认真地了解起阿伟的设计理念和项目。其实我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也许我可以帮你做品牌推广。小文提议道。那太好了，阿伟兴奋地说，
我们可以一起把工作室做大，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就这样，小文开始协助阿伟扩展业务。他利用自己在大陆的人脉，帮助阿伟的设计品牌进入大陆市场。同时，他也学习台湾的设计理念，将两岸的美学元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风格。半年后，阿伟的工作室业务翻了一番，还租了更大的办公室，招聘了几位新员工。小文也在台湾申请了创业签证，正式成为了阿伟工作室的合伙人。谢谢你，小文。一天晚上，阿伟认真地对小文说，如果没有你，我的事业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应该是我谢谢你和你的家人。小文深情地回答，是你们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价值，让我学会了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小文的改变不仅仅在于视野，更在于心态。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追求物质上的奢华，而是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内心的满足。他学会了像台湾人一样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享受简单而真实的幸福。1年后，小文的父母来台湾探望他，看到女儿幸福的笑容和充实的生活，他们也为他的选择感到欣慰。女儿，你变了好多。妈妈感慨地说，是啊，我找到了真正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小文微笑着回答。临走前，爸爸拉着阿伟的手说，谢谢你让我女儿变得更好。台湾虽小，但教会了她大智慧。阿伟谦虚地说，这都是小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父母离开后，小文和阿伟决定在南投的茶园边建一座小木屋，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家。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去那里放松身心，远离城市的喧嚣。有时候，小文会坐在茶园的亭子里，望着远处的青山和近处的茶树，想起自己当初刚到台湾时的心情，不禁莞尔一笑。谁能想到，我这个大陆富家女，最终会爱上这个曾经让我嫌弃的地方呢？小文自言自语道。他打开手机，看到以前那些大陆朋友依然在朋友圈晒着奢侈品、豪车和高档餐厅，心中却不再有任何羡慕或落差。他知道自己找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懂得欣赏生活中的美好，珍惜身边的人，以及不断成长的自己。小文，茶好了。阿伟端着刚泡好的高山茶走过来，谢谢。小文接过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满足地闭上眼睛。茶香弥漫在空气中，夕阳的余晖洒在茶园里，构成了一幅恬静美好的画面。这一刻，小文明白了，真正的富足不是外在的财富，而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他终于理解了台湾人常说的一句话，简单的生活才是最奢侈的享受。2年后，小文和阿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决定让孩子同时了解大陆和台湾的文化，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我们要教育孩子，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懂得珍惜和分享。小文对阿伟说。阿伟点点头，轻轻吻了一下小文的额头，感谢缘分让我们相遇，也感谢你愿意留下来。小文微笑着回应，这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现在，小文时常会收到大陆朋友的信息，询问他在台湾的生活。他总是真诚地分享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的美好，也希望两岸的人民能够互相理解，相互欣赏各自的优点。其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独特的魅力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小文常常这样告诉朋友们，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开放的心态去体验、去理解。通过小文的故事，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爱情和婚姻不仅仅是2个人的结合，还包括2种文化、2种价值观的交融。当我们能够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真正尊重和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我们就能收获更丰富、更有深度的感情。而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伴侣的朋友们，我想说的是，不要只看表面的条件，更要看对方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观。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对方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你们是否有共同的人生观和相互扶持的决心。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小文和阿伟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发。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身边正在恋爱或者考虑跨文化婚姻的朋友们哦。记住，真正的爱情能够跨越地域、文化的差异，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